刚才执行公务撞倒了你的茶摊，对不住了，姑娘。你这些茶叶我都要了。我只拿这些。喝完这壶茶，我便跟你们走，坐吧。南岳的新茶，好眼力，这是小福从南岳带来的。你是为了给小福报仇，才犯下这么多起命案的吗？如果不是因为小福，我不会再使用风沙术，你们也永远不会识破我。而你，萧北冥，也一直会是那个诗诗作恶的夜叉。小福是你的妻子吗？小福是南岳人，他只知道我是个捕快。我第一次见他，是我在南人巷办案的时候。我出门办案的时候，这都是那个阿佳他逼着我干的。等着！和那4个贱货害死了我的妻子跟孩子，我一定要他们偿命，所以我就变回了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杀手。庆幸的是，3年过去了，我的身手并未生疏。你明明有1万种方法可以杀了他们。为什么选择缝杀？因为缝杀是最痛苦的死法，我一定让他们得到最残忍的惩罚。我自己的生死我根本就不在乎，是因为小福
和我那未出生的孩子，让我对活着有了奢望。我知道你们两个一定有很多问题。3年前，你们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，以前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，现在我终于体会到那种痛苦了。现在你们问吧，我会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。3年前的风波湖案，凶手是不是你？是。我父亲也是你杀的。是我亲手封杀了仲云志。这么好的清茶，不喝完实在可惜。到底为什么这么做？叶煞的命令。你提前潜伏，待他们昏迷后再动手杀人。是，主上。当天我在甲板下潜伏了很久，直到船上没了动静，我才出来。我进到船上的时候，发现那5个人都中毒被迷晕了，完全不能动弹，所以我便不费吹灰之力将他们一一封杀。那为何没有杀我？也是叶煞的意思，留你一命。还有一点你要切记，不是所有人都杀，留小北冥活口。叶煞他是谁？如果我跟你说我没见过他，你信吗？他是如何给你下令的？又是如何跟你联系的？他有1万种办法找到我。他是个不世出的奇才，不过他每一次都遮掩面目。3年前的背向血泪案，虽然是我执行的，可是杀人的过程却是他一手设计。如此高明的作案手段，哼，绝非凡人可比。那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，你总有分辨。从身形、声音、体态上判断，应该是个中年男子。中年男子。不过他可能已经死了。什么意思？那一日我在甲板下潜伏的时候，隐约听到船上似乎有他的声音。在座的各位虽然都有嫌疑，但叶煞只有1人。今日之所见，更是验证了苗某心中的推测。苗天官，你想说什么？苗大人，不要把事情搞到没有办法收拾的地步。不过我无从分辨具体是哪一位。如果他真的在那艘船上的话，可能已经被我封杀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叶煞怎么会派人杀他自己？他这个人从来不按常理出牌，所以他做什么我都不觉得奇怪。那风波湖案后，你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当天叶煞给我2个命令，一是杀人，2是事成之后，你设法潜入神部营，查找神臂的下落。放心，主上，只要找到他，定不留活口。后来我便设法潜入了神部营，却一直没有找到沈璧的下落。听说他是风波湖案后便致使离开了京城，想必应该是被暗针营的人保护了起来。自那以后，我就再没见过他，也就再没收到过叶煞的命令。叶煞难道真的已经死了？该说的我都说完了，上路吧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忘了告诉你们。你可知叶煞2字的真正含义？你是说海牙？海牙？钟云赤，
你还要伪装到何时？钟捕王办案向来讲究法理法度，绝不做逾矩之事。今日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引我等上船，设下生死之局。这是钟捕王一向遵循的破案之法吗？这分明是灭口！你先将我等杀死，再将夜煞之罪名随意安在船内任意之人的身上，其余之人可以说成与夜煞搏斗时不幸丧命，从而顺利脱身。萧神伯，为何你师父执意不让你上船？因为你根本就不在他计划之内。我说的对吗？钟捕王，钟云赤，还是应该叫你夜煞？休要胡言！我师父请诸位大人上船，只为查验夜煞真身，从未想过要栽赃陷害，更不会加害于人。苗大人，不要把事情搞到没有办法收拾的地步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看来这3年你还是查到了一些东西。我就是海牙人，海牙为数不多的幸存者，海牙的孤儿。海牙在哪儿？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就知道你不相信。那我再给你讲个故事。什么故事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稍安勿躁，听完便知。很久之前，在我大齐边境，有一边陲小城，名为海牙。海牙城地处偏僻，人烟稀少，只有不足10000人，但他们也算活得平安自在。突然有一天，海牙城出了一桩怪事，有一群异怪妖魔闯进了海牙城。这群异怪妖魔极其凶狠残暴，且不知刀枪水火，一夜之间竟将数万百姓屠戮殆尽。从此海牙城便消失在了大齐版图之中，成为了民间传说。你在这东扯西扯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夜煞2字的真正含义，是当年屠尽海牙城那群异怪妖魔的称呼。一个边陲小城，一夜之间屠戮殆尽。有时候人做起恶来，比鬼更可怕。你是说有人屠了海牙？其实这世界上没有鬼，一切皆是人为。不光屠城，他们还恶意嫁祸，说夜煞是屠尽海牙的厉鬼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其实每一个海牙的幸存者都是夜煞，只要还有一个幸存者，还有一口气，夜煞便会无休无止的出现，包括你，萧北冥。钟捕啊，想必萧神捕根本不知道，你其实本就知晓夜煞2字的真正含义。你不告诉他，难道是担心你当年做的事情被他知道？夜煞，还不认罪，还想让我继续说下去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们以为抓到了我，就能洗脱你的冤屈吗？作为小福的丈夫，我的心愿已了，但作为一个海牙人，我还能做最后一件事儿。海牙在哪儿？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只要我死了，你就还是夜煞，这条路你就得一直走下去，越往前走越黑暗，直到坠入万丈深渊，和屠尽海岸的厉鬼一样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朱一天，朱一天，朱一天！不是，你们怎么能把朱捕快和小福合葬呢？那朱捕快是采访是凶手，你们应该把他的尸体带回神捕营，这样才能证明他的清白。朱一铁已死，死无对证，凭我们几人空口白牙，有谁会相信？那朱一铁身上的伤不就能证明吗？他的伤，大家只会认为是我去封杀的。可是你身上的冤屈还是没法洗清啊。最起码，你们相信我了，对吗？相信，
早就相信了。终不怪他。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你的嫁妆。爹将家里所有的田地铺子的地契，全存在了钱庄。这个扳指就是信物。爹，您现在给我这个干嘛呀？成亲之后我们还跟您住在一起，您拿着我拿着都一样。傻孩子，让你拿着就拿着。女孩子家有了钱，才会有底气。师兄，你在为爹爹担忧吗？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哪里不对劲？我跟师傅办案多年，无论对手多凶残，局势多凶险，师傅都是淡定从容。可我从未见过昨日他那般神色。师傅他像是在交代后事。你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爹爹有点不对劲。他昨日将这扳指交予我，说是嫁妆，但更像是托付。你说我爹他是不是夜煞？朱一铁说夜煞当时就在船上，而给他下的命令是留你活口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当天我爹一直在极力阻止你登船，而登船之后，能够心怀仁慈饶你一命的，除了我爹还能有谁？这也是我3年来一直在查的东西。当年在风伯湖船上，在我晕倒前，叶煞还不认罪？那一刻我看到了师傅的眼神，我从未见过那样的师傅，那般愤怒，那般疯狂，那般失控。我刚想上前阻拦，结果我晕了过去。你早就怀疑我爹了，是不是？我一直想证明师傅他不是夜煞。3年前我逃走，留给我查证夜煞的线索就只有海牙了。这里确实有个地方叫海牙，具体在哪儿我也不清楚，恐怕没人知道。我只听说这海牙城啊，就在边境的某个地方。海牙是苗杰提及的，从师傅的反应看，他也一定是知道海牙的。如果夜煞真的跟海牙有关，那找到海牙，就能找到夜煞的线索，自然也就能验证师傅是不是夜煞。但我劝你不要去找了。为何？因为就算你找到了，也没用。老伯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那里的人早就死光了。这3年，我翻阅了所有能找到的文献地图，但是上面没有任何海牙的记录。苗杰说过，海牙是一个边陲小城，所以这3年的时间，我寻遍了大齐的边境。传说这海牙城里曾出现过妖魔，整个海牙城里的人一夜之间都被妖魔给杀光了，还惊动了官兵。他们说这妖魔要出事，让我们在家里躲几天，但后来也没事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也没人敢去找那海牙城。老伯，您知道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吗？宁泰36年。我虽然知道了海牙城的大致方向，但那一片都是深山，也没有找到具体位置。从朱一铁的供词里可以推断，夜煞的所作所为，应是在为海牙复仇。只是我们还不知道那些被刺杀之人当年到底做了什么。
放心吧，虽然还有很多谜团没有解开，但我绝不相信，那个与我们朝夕相处、一身正气的师傅会是。若难解，就不必再多言。燃尽半生热烈，不问明天。一程伤，一程缘，莫回首，莫窥见。下雨了，回去吧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是在自责之前对我做过的事情，对吗？我为什么没有早点相信你？如果我早点相信你，我从来没有怪过你啊，反而要谢谢你，留我一条性命，给我最后一丝存疑。就像那天在兰花阁的房梁上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拉住我的。还有，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也找不到朱一铁，更走不到今天这一步。但是你身上的很多那不是你的错，更不是风清浊的错，你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。若换作是我，我也会如此。可是师妹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如今有你们在我身边，这是我最安心的事情。好了，别哭了。对不起。燃尽半生热烈，不问明天。一程伤，一程缘，莫回首，莫窥见。踏破天光，何惧负万劫？身窥见，为赤诚的血，为孤勇的志，为所求的缘。纵然生死离间，为宿命的缘，为倾听的念，同饮着。铁不见了，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崖底搜尸那次，后来就杳无音讯了。对，兄弟们搜好几天了，人还是没找到。哎，你见不见朱一铁？没有啊。啊！继续给我找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，堂堂神不营的古怪，都能失踪了，传出去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？是。大哥。你找我啊？有任务给你，打扫院子是吧？行，帮我穿上。不是，我想再当一次夜煞。夜煞？我不同意。冯氏案之后，虽然没能证明你清白，可神捕营跟安真营都认为你死了，所以你暂时是安全的。可你……我的安全不重要。如果3年前背向血泪案是夜煞对几位高官的复仇，那活着的沈大人一定知道当年海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沈大人致仕回家。从此便杳无音讯。安真营，可是这样太危险了，他们都知道你是夜煞，万一发现你，就会有不尽的危险冲你而来。对啊，你身上还有寒毒呢。就是因为我身上有寒毒，我才要这么做。师妹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唉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父亲，以我对夏北明的了解，还是很难相信夜煞一案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。关键是如何向陛下回禀。
首座，公子，叶莎她又现身了，是神府的家丁发现的，立刻汇报给了安正义。可留下什么线索？来无影去无踪，未曾有任何线索。神府可有伤亡？暂无伤亡。李龙，你带着人立刻赶往春雨镇。是。等等，父亲，以防有诈。诈不诈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证万无一失。到了春雨镇之后，火速将沈大人带入房所。是。你们几个跟我来。主公，朱一铁叛变，他死有余过，只可惜没有死在我们手上。为情所困，不过他对我们没有任何价值，就怕他在死前说出了什么。尽管说，让他把他知道的都说了最好。他萧北明非要看看真相，那我们就引着他，让他看到真相，让整个大齐都看到真相。成败存亡祸福，古今之道。然后，知柄要直本，清虚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，此乃军人难面之术也。臣沈弼拜见陛下。沈大人，沈大人，你可安好啊？谢陛下，臣毫发无损。先生，先生，外面有一个骑马的人来找你。安正营李龙见过沈大人。沈大人，在下有要事相告。老夫早已致仕，没了官职，如今就是个普通的教书先生。委屈沈大人，在这房所中多住几日。就在这儿啊？哎，一个夜煞这么多年了都没抓住啊！我都已经躲在这乡野山间了，如今还要像囚犯一样被关在这儿啊！岂有此理！你们几个守在这里，一定要护好沈大人的安全。天杀的萧北明还真是狡猾。父亲莫急，只要他还活着，我定会亲手抓到他。只是有一事，儿子还是不解。此次他出现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怎么了？糟了，我得亲自去他春雨镇。公子，沈大人可安好？在房所内，一切安好。沈大人，这这安真营的人来到春雨镇，在一个有很多小孩的地方找到了沈大人。那是学堂啊，对，就是学堂。后来他们把沈大人带到了一个小房子里，那个房子周围都是山体。那是房所。大哥，我本来打算回来跟你复命的，但谁知道诸葛孔云进去了呀？
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对劲。你们猜，后来发生什么了？就别卖关子了，赶紧讲。后来呢？沈大人怎么样了？死了。当年是谁向朕保证的？说只要沈大人治世，藏于乡野，便可保他平安无事。你们就是这么给朕保护的吗？陛下，是微臣失职，臣罪该万死。陛下，臣得知夜叉现身的消息，已经火速派人将沈大人转移到房所之中，房所戒备森严，没想到还是让夜叉得手了。沈大人是怎么死的？大哥，我很听你的话，我既没靠近，也没出声。等他们走了以后，我收买了一个护卫，这个护卫告诉我，沈大人是被毒死的，在吃的糕点里面验出了毒。你们安贞营犯下如此之大错，让朕痛失一位爱卿。诸葛孔云，诸葛孔云，你要糊弄朕到什么时候啊？臣不敢。微臣仔细调查了房所每个房间，最终臣发现是在沈大人吃的糕点之中测出了剧毒。决心红，杀掉沈大人是我们放出去的假消息，现在朱一铁已死，死前还交代在风波湖上杀掉了叶煞。那到底是谁杀了沈大人？是朱一铁撒谎了，叶煞根本没死，还是叶煞另有其人？我就是海牙人，海牙为数不多的幸存者，海牙的孤儿。其实这世界上没有鬼，一切皆是以为。有时候人做起恶来，比鬼更可怕。朱一铁曾经说过，只要海牙还有一个幸存者，夜煞便会无休无止的出现。童双能够跟着安贞营找到沈大人，其他人也能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大哥，沈大人不会是我害死的吧？这事跟你没有关系，是我思虑不够周全。我们原打算投石问路，借安贞营的手保护沈大人，然后再借机见他。没想到夜煞居然将计就计。那是房所有了外贼，还是有人被收买了？一开始臣也是这么推断的，但仵作查验其他的糕点都没有再验出毒，而且房所对食物层层把关，经手数人，想全部收买几乎不可能。臣也审问了查验食物的所有人员，排除了是下毒的可能。哎，你不用跟朕说的那么头头是道。朕问你，糕点里是如何会被下毒的？不对，你是亲眼所见沈大人被护送进了房所，那时候他是没事的，对吗？是啊，什么事都没有，人好好的呀。按照常理来说，只要进入房所就不会有安全问题。那毒是如何下的呢？会不会像3年前的背向流血案一样，凶手买通了里面的人下的毒？房所内的所有食物都会层层把关，每一道都有银针验毒。如果想要潜入房所下毒，就得买通每一个验毒之人，几乎不可能。我再出去查探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别的线索。陛下，臣所言句句属实，确实是在沈大人服用的糕点之中验出了毒，可那毒是沈大人自己下的。你是说沈大人自己给自己下的毒？荒唐！好吃。你能不能轻点？你慢点吃会死啊！你吃那么着急，等会儿把油脂吃进肚子里，闹肚子就是你。沈大人中的毒不在那糕点之中，不在糕点里，那在哪儿？是啊，这不成了眼泪流眉毛上，不合理吗？那怎么中的毒呢？童双，沈大人进房所时有没有带行李？带了一个行李，应该是换洗衣物吧。那毒就在行李之中。3年前夜煞杀死诸位大人，就是从他们的生活习惯上下的手。陛下，沈大人并非自己毒死自己，而是夜煞利用了一个他不易被人察觉的习惯。什么习惯？3年前我护沈大人安全时，曾躲在他书房外偷偷观察过。沈大人有个小习惯。臣去探查了沈大人的讲堂，发现沈大人看书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习惯。
沈大人素来爱书，书不离手。他看书时喜欢用手沾唾液翻书，叶煞只需要在他的书上下毒。陈找沈大人的学生验证了此事。沈大人看书时确实有手沾唾液翻书的习惯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他的行李中除了衣物，应该还有书籍。在沈大人随身携带的书籍中验出了毒，那糕点上的毒，不过是沈大人间接舔书后，又拿起糕点沾染到糕点之上的。原来是这样，叶煞这个贼人竟然如此的狡猾。叶煞虽然狡猾，但确实也是臣的失职。那些书是沈大人自己带来的，房所护卫认为只是些书，所以就没有查验，才让这叶煞有了可乘之机。是臣办事不力。行，别说了，3年了，朕痛失多位爱臣，此案交由你们暗侦营，3年过去了，没有任何进展，把你们2人革职下狱，都是轻的。是我的失责，害死了沈大人，也是我的过失，牵累了暗侦营。大哥，那对父子一直把你当成叶煞，四处追捕你，让他们吃点苦也好。暗侦营的目的和我们是一致的，只是错把我当成了叶煞。父亲，玉儿，留给咱们父子的时间不多了。朕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，但是这一次要立个期限。看什么看？不敢说话了。3个月，3个月之内，3个月，3个月，叶煞都杀进宫来了。1个月，陛下，1月之内，暗侦营定当将叶煞绳之以法。如若办不到，臣愿意以死谢罪。1个月，多1天都不行。依靠这些书籍，何有找到叶煞的希望？沈大人的书籍放于讲堂案桌之上，能接触到的人太多了。再说讲堂是个空旷的地方，就算有人潜入下毒，也无从查起。竟是一点线索都没有。父亲，我想查一下背向刘血案4位大人的履历文书。查这些干什么？我一直都以为叶煞3年前作案只是为了装神弄鬼，引起朝堂内外的恐慌，所以才选择了琅华阁中立碑相的4位大人动手。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叶煞仍对沈大人痛下杀手，让我不得不怀疑叶煞对这4位大人有不得不杀的动机。这4位大人之间必有关联。大齐官员的履历文书都存在天书阁，你持此令牌，可进入调查。老爷。你让我去找他，跟他一起查案。还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海牙出事是哪一年吗？宁泰36年。
苗杰曾经说过，师父很惧怕当年之事被人知晓。如果那件事指的是海牙覆灭，那一年应该就是宁泰36年。苗杰既然说出此事，说明也是此事的知情人，所以要查一下师父和苗杰的履历文书，看看在那一年他们所在何处，所做何事，应该能有线索。可是所有官员的履历文书都在天书阁，沈捕营现在没有大案权势，按照大齐律，无权进入天书阁调阅文书。所以你才让我去找诸葛孔云。但是他生性多疑，他怎么会帮我？钓鱼，当然要用饵料了。公子，你一夜未睡啊？哎，这4位大人的履历，属下翻来覆去已经看了数次了，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问题，只能看出这4位大人为国为民披肝沥胆。属下实在搞不明白，萧北明为什么要对这4位大人下手啊？公子，咱们是不是查错方向了？不，我们查对了。这文书，公子是看出什么来了吗？议事处，问题就出在议事处。宁泰36年是先皇驾崩，陛下登基那一年。当时先皇病重，已无力上朝，于是临时抽调了几位各部当差的官员，帮着先皇处理政务。当时几位大人值守的偏殿便称为议事处。宁泰36年，今年是兴文22年。就算4位大人同在议事处共事过，这都过去20多年了。难道萧北明就因为这个杀他们？萧北明那时候还不记事儿呢。除了卑相，这是目前我们能查到这4位大人唯一的关联。议事处确实不是杀人的理由，所以我在想，这4位大人当时有没有一起做过什么，留下了什么祸端？可是这文书上什么也没有记载啊。正是因为没有记载，所以才更加可疑。宁泰36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公子，外面有人求见。是谁？是沈捕营的钟雪曼。从小到大，钟捕快可从来没有主动找过我。这次来，是有什么要事吧？你不是一直都想跟我合作吗？你想通了？你怎么会突然改变主意？沈大人是不是死了？你消息灵通，我倒是不意外。3年前死了7位高官，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爹。前不久冯氏案又死了7个，再加上沈大人，总共有15人惨遭夜煞毒手。和这些人命比起来，沈捕营跟安贞营的过节根本算不了什么。只要夜煞能早一天落网，所有人就能早一天解脱。我是恨夜煞，但也并非是非不分。钟捕快能这样想，真是令人敬佩啊。这么说你是同意了？沈大人惨死，陛下雷霆震怒，限安贞营1月之内破获此案，捉拿夜煞。此事有你助力，我自然是求之不得。只是我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断了，我毫无头绪啊。我倒是有一个线索，说来听听。说给你听。首先你要答应我跟你一同查案。那也要看这个线索有没有用。若是没用的，诸葛孔云，若不是为了早日抓到夜煞，我绝不会来见你。如今我已经犯了沈捕营大忌，你却还在跟我耍心机。既然你不相信我，那便就此别过。且慢。
点火就炸。查案需要什么？冷静啊！你这个脾气，你就不……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我也有个条件。说。如果我抓到叶煞萧北冥，你不可行私刑，要交由我按真营处置，如何？行。心不静，你是赢不了的。是因为沈弼沈大人。沈大人因我而死，我却毫无头绪。所以你兵行险招，让雪曼去找了诸葛孔云。公义是手机，手艺是公策，这是一步险棋，也是一步活棋。可诸葛孔云是不会甘心做棋子的，若有一丝疏漏，他就会跳出这棋盘，到时候你无法收场。罗子，师父，那些海牙孤儿跟您有关系吗？你说萧北冥曾在风波湖案前和中捕王大吵？没错，吵得很激烈，但具体争吵内容我没有听到，只是隐约听到了几个字。哪几个字？宁泰36年。这代表什么？宁泰36年，我还没出生，我也不知道代表什么。但是他们争吵提到这个年份，一定有问题。我在想，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会不会跟叶煞杀死我爹有什么关系？宁泰36年，中捕王在哪里任职？我爹以前说过，进神捕营之前他当过兵，但是具体在哪支军队任职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才来找你，想查一下我爹的履历。两位大人，这是你们要的卷宗，请。怎么会这样？两位大人，有什么问题需要卑职帮忙吗？这文书怎么会被人动了手脚？两位大人慎言，这可不敢乱讲。你自己看，中捕王宁泰36年以及之前所有的履历都被撕掉了。这卑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！像中捕王这种品级的官员，他们的文书每一年都是陛下和内阁亲自审阅后才可以入卷封卷的。别说是被撕掉，就是调阅也需要大人拿着调令才行啊。那你眼前这是怎么回事？除非入卷前就已经被撕掉。你胡说什么？不敢，大人恕罪。下去了。是。他的意思，难道是说陛下？嘘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虽然中捕王的履历被撕掉了，但宁泰36年之后，他确实从兵部转到了刑部。那我们就查一下兵部的文书。既然中捕王曾经入伍，就一定有同袍可寻。看看宁泰36年有哪些将军曾和中捕王同期为伍。
都等这么久了，钟捕快还没回来，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那个虎娘们10个白脸狐狸都伤不着他。你以为诸葛孔明跟你一样，整天就知道打打杀杀？那还有什么好怕的？大哥，刚买的糖豆腐还热着呢。我不饿，你给风清煮吧。不烫吗？不烫，不烫。我这调查卷宗的速度比萧北明当年如何？说正事儿，你有没有什么发现？苗杰、霍宗耀，这2人跟钟捕王一样，宁泰36年之前的履历也被撕掉了。看来，确实是有人不想让我们查到当年的事情。苗大人3年前在风波湖和你父亲一起遇害，现在只剩下霍将军了。霍将军去年从兵部卸职，如今在家中赋闲养老。走，我们去找他。钟捕快，我记得3年前你和萧北明成亲之时，霍将军也曾来过。他平时和你父亲关系如何？我见过霍将军几次，就是正常往来。我们2家并无私交，也没有聚会拜访，我根本不认识霍家人。这倒奇怪了。霍将军和钟捕王曾是军中同袍，按理来说应该关系不错才对，不至于像你记忆当中如此生疏。我确定我没记错。前面快到了，去问问便知。有人亡故，该不会是霍将军吧？何人？找谁？安贞营诸葛孔云有要事拜访霍宗耀将军。还未来的不是时候，我家老爷昨晚去世了。霍将军死了？没错。怎么又死一个？死因是什么？霍家人说是旧病突发，暴毙而亡。霍将军位高权重，这种时候诸葛孔云也没办法入府询问，只能等丧事办完再去。我们查到沈大人，沈大人就死了；我们查到霍将军，霍将军也死了。这绝对不是巧合。你怀疑也是叶煞的人做的？得查一查才知道。我要去趟霍府。大哥不行，你现在是通缉犯啊！是啊，这太危险了。安贞营知道你还没死。查案讲究时机，很多关键证据转瞬即逝。如果沈大人死的时候我能在场，那我便能第一时间查清他的死因，那下毒的凶手很有可能就跑不了了。霍将军死于昨夜凌晨，时间还来得及。可若真等丧事办完，可能就再也来不及了。师妹，沈大人之事不能再重演了。我知道了，我来想办法。这什么破衣服啊，蝙蝠月亮的，怕别人看不见我们是吧？你个憨货！霍将军正在停灵，会有很多人前来瞻仰逝者的遗容。这霍府啊，是需要点长明灯的，要有人彻夜的照看灯火。你看，那些点灯的人穿的都是这个，这叫守夜人的打扮。不是，那这蝙蝠月亮什么意思啊？蝙蝠因同符，4只蝙蝠围着月亮，像一枚铜钱铜鹿。逝者寿终，所以要守住符与鹿。为逝者守夜之人，除了家眷后人，往往都是尊贵的客人，所以家丁不会多问。行啊，你这个头不高，懂得不少。我们先去查看霍将军的尸体，千万要注意，万一被发现我来殿后，你们及时脱身。我这一大老爷们在这，嘘，要你断后。好了，一起来就一起走，大家都机灵些，见机行事。尤其是你，冬霜，千万别冲动。放心，大哥，我机灵着呢。走了，听见没有？别激动，机灵点。你机灵点吧。
早就听说霍将军广收弟子养在府中，今日一看，果然如此。前厅那几个，一看就是练家子，我们千万不要去招惹。霍府太大，书房、卧房，还有霍将军经常出入的地方，都可能有重要线索。现在霍府人都失杂，是最合适混进去的时机。我们分头行动。钟双，我们俩去霍将军的院子。师妹，你带风清卓去后院。半个时辰后，我们在这里会合。小心。你去那边查。那你呢？我去弟子院。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分开比较好。你怕了？谁怕了？求你，别杀我！你不是来守夜的，你到底是谁？说，你在我家做什么？念你是个姑娘，我不想伤你，识趣一点。别喊叫，你也是个姑娘，既是女子，何苦为难女子？看你的样子，我猜你不是来偷窃的。这里是操练场，到处都是兵器盔甲，没有任何的贵重物品。再蠢的贼也不会来这儿偷东西。你被我发现，既不灭口，也不逃跑，就说明你想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。莫非你来我霍府是想要查什么？难不成和霍将军的死有关？你身穿本家校服，你是霍将军的什么人？实不相瞒，小女名为霍代容，是霍宗耀的女儿。你怀疑霍宗耀的死跟夜煞萧北明有关？有证据吗？有推论的依据吗？直觉。办案若靠直觉，那还要律法做什么？以后在我面前不要说这种话。父亲，好了，霍宗耀的死如果真的有问题，霍家人会报案的。你就是太执着于萧北明，深陷其中而不自知。可时间紧迫，任何一点都有可能是找到夜煞的关键点。倘若京城一发生命案，就怀疑跟夜煞有关，那咱们暗针营就算有三头六臂也查不过来。你这么急功近利，会被萧北明牵着鼻子走的。你冷静一下，好好想想吧。既是霍将军的女儿，此时不在灵堂守孝，却出现在操练场，不点灯还身带武器。无论怎么看，霍小姐都似乎在做一件危险的事情。看来你也不是普通女子。没错，家父猝然离世，疑点重重。我来到这儿，也是想查明家父的死因。你不用害怕，只要你保持安静，我绝不会伤你。
你是钟雪漫。你虽穿着福禄袍，可你脚上的靴子却是官靴。放眼整个大齐，能穿官靴的女子本来少之又少，有如此武艺的便更少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手中的武器便是传闻中的避案尺吧？你别多想，我平日便对刑杀推理之事颇感兴趣，只是了解的比旁人多一些罢了。沈不赢的故事我可听了不少，看姑娘如今的样子，我应是猜对了。既然我们目标一致，不如一起合作。你都不知道我有何目的，就愿意相信我这个外人？比起信你，这霍府上下，我更无人可信。再说了，我也想看看，传闻中的钟雪漫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厉害？我爹若有秘密，必定会藏在卧房。钟捕快若要查，我可以带路。听说没？将军明天就要下葬。明天？这也太快了吧！停灵不是应该满7天吗？是啊，不过听说是师娘和师兄们商量好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明天，那不对劲啊！大哥，看来你猜的没错，霍宗耀的死一定有问题。师妹呢？她还没回来吗？你们怎么分开行动啊？我去找她。走。石某可有受伤？我方才正在收拾老爷的遗物，这个人突然闯进来，意图侵犯我。大胆贼人，竟敢夜闯霍府！收拾遗物，那你为何衣冠不整地躺在榻上？你，竟然是女子！大哥，我去帮他。不可莽撞。大哥，那咱也不能不去救钟捕快吧？董少，你去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来霍府想做什么？沈捕营捕快钟雪漫前来查案。聪明。走。啊，走啊！你说你是沈捕营的，有何凭证？当然。果然是个冒牌的，来人！住手！沈捕营确实有一女捕快，她便是钟捕王之女钟雪漫。这2人跟钟捕王一样，宁泰36年之前的履历也被撕掉了。确实是有人不想让我们查到当年的事情。苗大人3年前在风波湖和你父亲一起遇害，现在只剩下霍将军。宁泰36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李龙，公子，备马。这么晚了，您要去哪儿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说，有人把老爷的遗体偷走了。看守灵堂的人呢？刚刚都跑这儿了。糟了，是调虎离山之计，他们还有同伙。给我绑了！等我抓住你的同伙，一并审问。赶紧把老爷的遗体抢回来！给我追！撤！
是你说的好办法。师妹神不赢的身份，加上中部王之女，他们霍家人不会对她怎么样。只要霍宗耀的尸体在我们手上，我们就能把她换回来。那为何非要用尸体换啊？因为这具尸体一定有问题。撤！你们几个去备马。是。去看看怎么回事。是。追得挺快。现在去哪儿？白水河亦庄。他们快追上来了，怎么办？有办法拦住他们吗？站住！稳一点！站住！站住！怎么样？够了吧？有两下子。撤！师兄，他们好像往亦庄的方向去了。回去多找些人手，去亦庄。是。亦庄里肯定有人认识我，那怎么办？还有没有办法？只能靠这个了。大清早的，谁啊？多谢将军今日前来鼎力相助。郑兄，你我不必客气，上！给我搜！是。快！快点！快走！傅英卓，你毒药还有没有？有，在我箱子里，你拿火折子点一下就可以了。这怎么跟之前的不一样？毒药用完了，那是驱蚊的，吓唬他们足矣。有毒液！还愣着干什么呢？还不进去把师傅的遗体夺回来？里面有人会用毒，里面的人听着，把我师傅的遗体交出来，饶你们不死。天火，把里面的人逼出来。是。别动他们，里面有神不赢的人。我管他们什么人，盗走我师傅的遗体，杀了他们又如何？烧他们！是。外面什么动静？他们要放火，怕吗？我是个仵作，验尸未完成之前，就是刀架在脖子上，我也不会停下来的。霍将军的尸体还在里面，你们要连霍将军的尸体一起烧掉吗？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交出我师傅的遗体。够了，不要跟他们废话。是谁在这里放肆？可算来了。我这义庄刚修好，又烧。知不知道在我大齐，
纵火是重罪。方首座，沈不赢的人盗走我师父的遗体，这个罪又该怎么定？你谁呀？见过方首座，在下乃霍宗耀入室弟子李啸，这位是我的大师兄薛千山。我是霍将军的遗孀，见过方首座。方才是我们霍家人鲁莽了些，我替他们赔个不是。不过，你们的钟捕快夜闯霍府，另有2名同伙趁乱偷盗我们将军的遗体，我们刚刚的所作所为确实是被逼无奈。如此差案，沈不赢是不是应该给我们霍家一个解释？钟捕快，他们说的可是实情。到这儿来跟我说话。我说你下来。谁在里面？赶紧把霍将军的尸体交出来。不可能，这不合理。他的舌头肿胀黑紫，眼底出血，这是勒死的特征。可他脖颈处的皮肤平滑，色泽如常，没有勒痕，没有受过任何外力的痕迹。全身上下没有受伤，没有中毒，筋骨也没有断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我怀疑霍将军的死与夜杀一案有关。你胡扯什么？之所以把霍将军的尸体弄来这里，就是为了查明真相。按照大齐律，凡是5品以上的军政要员遇害身亡，无论是否报案，刑部都有权彻查。既然霍将军的死涉及到了夜杀案的线索，那么今日钟捕快的所作所为就是依法办案。那是以前，方首座，如今京城的大案要案都归按真营管辖，就算要查，也是按真营来查。你们沈不赢算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试试。若我没说错的话，还请沈不赢把我师父的遗体交出来，给钟雪曼定罪。对，没错，真没错。是谁找按真营啊？既然只有按真营能来查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不愧是钟捕快，这么快就发现了霍将军案的疑点，真是让我又惊又喜啊！诸葛孔云来了，要是让他发现你，那可就麻烦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没错，是我发现霍将军之死可能有疑，但碍于霍府丧期，于是拜托钟捕快帮我暗中调查霍将军的遗体，闹出这么大动静，是我计划不周，在下给霍府的诸位道歉。按真营居然会跟沈不赢合作？我按真营做事，用得着你教吗？没错啊，他们按真营和我们沈捕营同属刑部，平日里就精诚团结，现在遇到疑案，就更应该旗鼓相应啊，还不松绑？想必这会儿验尸也进行的差不多了，钟捕快，让里面的人把门打开吧。我帮你解围，你好歹让我过得去。再这么僵持下去，我们俩都不好交代。钟捕快，请吧。